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反逃避心理学》，作者徐小雨。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躺在床上，房间里只有手机屏幕的冷光闪烁，你盯着那些未读的消息、堆积的任务、未回复的邮件，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，却又本能地划开屏幕去刷一段无意义的视频。那一刻，你知道自己又在逃避了，可你也清楚，这种逃避不会让问题消失，它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直到有一天把你彻底埋没。今天我们一起读这本《反逃避心理学》，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，而像一盏昏黄的台灯，静静照亮你内心那些被尘封的角落，告诉你，逃避是人性最温柔的陷阱，却也是最致命的毒药。徐小雨是一位青年女作家，同时也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。她写过很多心理学普及书籍，把复杂的理论转化成普通人能懂的语言。她观察了无数来访者的故事，那些在生活里低头退缩畏难的人，或许也包括她自己曾经的影子。写作这本反逃避心理学的动机很简单，却很真挚。她见过太多人因为习惯性逃避而慢慢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力。那些表面平静的人，内心其实在无声的挣扎。他想通过这本书，像一个温柔却坚定的朋友，握住你的手说，别再逃了，面对它，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强大的多。这本书是他对无数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深切关怀。你可能也认识这样的人，或者你就是其中一个。书里讲了一个女孩的故事，叫小雨，或许就是作者借用的名字。她从小在严格的家庭长大，父母总说别出头，忍忍就过去了。长大后，她成了职场里的好人，领导临时加任务，她笑着说好，同事把麻烦事推给她，她默默接下。一次团队聚会，大家围在火锅旁，热气腾腾，笑声不断，她却坐在角落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，手机握在手里，却不敢加入聊天。她怕说错话，怕被拒绝，那种恐惧像冷风从脚底窜上来。她选择沉默，回家后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我为什么总是这样？还有一个年轻人阿杰，他有写作的梦想，想出一本书，去他变光稻田，他是中间书时出版。可每次打开电脑，脑子里就浮现失败的画面，没人看，父母失望，朋友笑话，他选择刷剧，一集接一集，直到凌晨，明天再写。他对自己说，可明天来了，又是同样的借口。工作上，上司指出他的报告有问题，他表面点头，心里却想，算了，辞职换个地方吧。可新工作还是老样子，他又开始拖延，又开始逃。书中用一个个这样的生活片段，慢慢展开逃避的情节，从童年的缺爱到成年后的防御。你小时候被批评不敢反驳，长大后被冒犯也不敢生气，压力来了就拖延，冲突来了就讨好，过去有伤就深陷其中走不出来，不敢开启新关系。完美主义像一道枷锁，让你永远不开工，因为怕不完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逃避一开始只是小小的退让，不敢表达就选择沉默，怕失败就选择拖延，渐渐的它成了习惯，像一条隐形的绳子绑住你的手脚，任务堆成山，关系失衡，机会一次次溜走。你以为逃避在保护你，其实它在悄无声息地剥夺你的能力，你变得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自卑。夜里醒来，看着漆黑的屋顶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转折往往在那些小冲突里。一次你鼓起勇气说了不，发现世界没崩塌；一次你强迫自己开始做事，发现没那么难；一次你表达了愤怒，发现对方其实尊重你。书中复盘，这些情节没有惊天动地的戏剧，却像冬夜里的细雨，一点点渗进心里。那些案例就是你我身边的影子，不敢面对过去的创伤，就让它在暗处发酵；不敢直视恐惧，就让它越来越大。这些故事像镜子，照出我们生活里那些隐秘的逃避。你看，他们不是虚构，就是我们每天在重复的日常。现在来到了书里最刺痛人心的部分，那个谷底的觉醒时刻。想象一下，你像书里的许多人一样，逃避了太多年。有一天，生活终于逼到绝境，工作丢了，关系碎了，朋友疏远了。你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，窗外是淅淅沥沥的雨声，砸在窗台上，一下一下，像在敲打你的心。房间昏暗，只有手机的微光，你翻看着旧照片，
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，眼泪突然决堤。你哭了，不是小声抽泣，而是那种压抑多年的撕心裂肺。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我的人生怎么就这么废了？那一刻，绝望像黑潮涌来。你想起所有逃避的瞬间，小时候不敢反抗，长大后不敢表达，梦想来了不敢追，痛苦来了不敢面。你恨自己，恨到想砸碎一切，可哭到喉咙沙哑，力气耗尽的时候，你忽然停住了。雨声还在，你擦干脸，看着窗外模糊的路灯，问自己，如果我继续这样逃下去，我还能剩下什么？书里描述这个场景时，说这就是情绪的巅峰，从 deepest 的黑暗到一丝微弱却顽强的光。那一刻你不是瞬间变强大，而是第一次真正承认，逃避让我失去了太多。它不是庇护所，是牢笼，它让我错过成长，错过爱，错过真实的自己。哭过之后是长久的沉默，然后是一个微小的决定，够了，我要试着面对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？那种从谷底爬起的痛，像雪地里突然燃起的火堆，温暖，却也灼烧着旧伤。从这些故事和泪水中，我们慢慢领悟到这本书最深刻的道理：逃避是人性对苦难最荒谬的回应，反逃避才是活着的真正尊严和意义。你想想，人生本就充满无常和疼痛，就像命运的手总在不经意间推你一把。逃避看似是温柔的退让，其实是在否定生命的本质。它要我们成长，要我们直面恐惧，要我们从疼痛中开出花来。书里有一句金句让我反复回味：逃避就像止痛片，短暂麻醉了痛，却让伤口在暗处溃烂。勇敢面对才是根治的解药。为什么我们逃？因为恐惧的根源往往在童年。缺爱让我们成年后一遇挫折就觉得无助。完美主义让我们不敢开始，怕一击即碎。自卑让我们不敢表达，怕被拒绝。逃避保护了那个脆弱的小我，却牺牲了成长的大我。可书中告诉我们，反逃避不是蛮力对抗，而是温柔的觉察和练习。从小事开始拆解任务，允许不完美，学会说不，表达愤怒，回溯过去却不沉溺，向外界求助却不讨好。渐渐的，你会发现，面对恐惧时，那种颤抖后的平静是多么珍贵。它让你变得自信、独立，不再是任人捏的软柿子。就像对抗命运的富贵，一次次失去却还在走路。反逃避的人一次次直面，却越来越强大。活着的价值不在逃离苦难，而在穿越苦难后依然能爱，能希望，能为自己负责。这就是人性的光辉，在荒谬的逃避中觉醒，在疼痛的面对中重生。听完这本书，你心里或许泛起一丝涟漪，那些曾经的逃避，那些深夜的自我厌弃，那些被错过的机会，都像旧照片，泛黄却真实。可现在，你知道了一条路，反逃避的路，它不轻松，却通向自由。你不再是那个在黑暗中转身的逃兵，你可以是那个点亮灯火的人。生活不会因为你面对就变温柔，但你会因为面对而变得温柔而强大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明天当又一个逃避的冲动来临时，你会选择转头，还是第一次试着直视它？晚安，好梦，期待你的改变。